有缘人，若您刷到这条影片时，请勿错过，此乃天意之赐，您的财运将如约而至，意外之喜接踵而至，请满怀信心，亲自迎接这份富贵。订阅点赞，给这份福泽一个回应，让财富与健康更加稳固长久。有福之人评论一句接财接好运，为家人和孩子接下这份好运，愿你阖家欢乐，事业顺利，疾病与霉运永远远离你们的生活。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50岁后生肖猴小心破财局。偏财看似上门，实则暗藏陷阱。到了50岁，属猴的人其实在人生路上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无论是事业上的起落，家庭中的责任，还是人际交往的得与失，基本都有了相对成熟的处理方式。可偏偏在这个看似趋于稳定的年纪，却可能遇到最难识别、最容易栽跟头的财务陷阱。尤其是在偏财方面，那些看起来机会满满、利润可观的项目，往往不是带你腾飞的跳板，而是命理上潜伏已久的一场考验。对生肖猴的人来说，50岁以后最怕的不是没机会，而是机会太像机会，让你信了、投了、沉下去了，最后才发现是命气出了漏洞。属猴的人五行属金，地支为申金，生性灵巧，头脑反应快，年轻时靠一股子机敏和胆识，确实能在许多关键时刻逢凶化吉。但命理讲究盛极则衰，尤其是申金属阳，走到中年往往就进入金过而消、锐气难存的阶段，也就是你本来仰赖的那点子聪明劲和灵动感会被时运慢慢压制。2025年开始的几年，土旺金削，加上流年天干地支与申金有暗冲，在运势上形成了备财不稳的格局。换句话说，你很可能发现，越是你自信满满，觉得自己看准的机会，最后越容易出现反转。特别是偏财型机会，几乎是属猴人命理中最容易失控的一块区域。偏财从来都是命运里的双刃剑，属猴的人又偏偏是最容易被偏财吸引的性格。你天生喜欢尝试，喜欢新鲜，喜欢和人互动，而这些特质到了50岁之后，如果没有被稳重的心态引导，就特别容易被一些所谓的轻松赚钱、快进快出、稳赚不赔的话术迷住眼，可能是熟人介绍你进的一个高端理财局，也可能是某个社交群里吹得天花乱坠的短线投资项目，听起来都是天上掉馅饼，但真投进去了，钱却像石头扔水里，连个回音都没有。命理上讲，属猴人中年后容易犯偏财煞，这是指因偏财起祸，误判形势，伤及财库的局势。特别是在50岁这个年纪，正好是你从金主气强转向气弱金耗的过渡期。也就是说，你原本能靠感觉和直觉做出决策的能力开始下滑，而一旦这时候碰上偏财诱惑，你极可能因为太相信自己过去的经验而忽略了眼前的陷阱。更严重的是，偏财煞还容易带来连锁反应，不只是破财，甚至可能引发人际矛盾、家庭纷争或者健康问题，这才是真正让人头疼的地方。如果再从五行气场来看，属猴的人金气过重，在流年土旺的年份，金被耗散，外界的影响力更强，尤其是那些带红利、返点对赌色彩的偏财机会，往往就像是命中注定的劫难，不碰还好，一碰就动了气场，导致整体运势滑坡。有时候破的不是大财，而是你多年来积累的信用，甚至是你引以为傲的判断力。一旦出错一次，接下来连着3-5个月都感觉事事不顺。这不是心理作用，而是命理上的元气走失。很多属猴的人在50岁以后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转变，那就是行动力还在，但信念动摇。这个阶段的人往往已经经历过不少人情世故，知道什么是陷阱，但有时候又会忍不住赌一把。
想靠一场偏财让自己的人生起个漂亮的高潮，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心理。偏财真正适合的是年轻、气旺、有本钱去冲的人，而属猴的，你在这个阶段更适合的是做守财人而非追财者，守住已有的资产结构，调整财务风险比重，避免接触高风险、高杠杆的领域，这才是你应该走的财路。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亲情绑架带来的偏财陷阱。属猴的人往往人缘不错，到了中年自然人脉广，身边也不乏亲戚朋友。这些人一旦看到你有点积蓄、有点能力，就会想办法拉你入局。嘴上说是我们一起发财，你不投就是不信我。其实一出事你才发现，只有你自己承担后果。命理上讲，这种偏财局往往带劫财之象，特别是在2025年及其之后的年份里，冲命位的煞气容易放大你的人情弱点。你可能不是冲着赚钱去的，而是为了维持关系，为了不好意思拒绝。这种局势最容易让你采取圆也断，得不偿失。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关于红色偏财的处理。所谓红色偏财，其实是风水和命理中用来形容带喜事之象的财路，常见于婚礼红包、节庆馈赠、喜庆场合中的金钱流动。这类偏财如果在命气不稳时接受，容易导致喜中藏煞，进而形成反噬。属猴的人在2025年中下旬尤其需要警惕此类偏财的介入。如果你发现自己在短时间内突然收到了大额礼金、意外之财，或是别人分红给你占喜气的情况，千万别高兴得太早。这类偏财如果来得过快过猛，很可能背后就隐藏着气场失衡的信号。这个时候的正确做法不是花掉它，而是立刻处理。可以拿出一部分捐赠，转为慈善之用，也可以以祈福、安神、还愿的方式调和磁场，避免日后出现得财失福的局面。最后提醒你，属猴的人若想在50岁之后安然度过偏财之劫，最重要的是设定清晰的财务底线。你要知道自己能承受多大的风险，一旦超过那条线，不论看上去多靠谱、多熟人推荐，都一律拒绝。只有设好底线，守住初心，稳扎稳打，你才能把后半生的福气和安稳真正握在手里。而那些看似诱人的偏财，留给别人就好，咱不碰，咱也不心动。这才是中年人最难但也最高级的修行。如果您觉得本期视频对您有帮助，别忘了点赞、分享加订阅频道。在接下来的视频将继续揭示几千年生肖文化密码背后所孕育的那些命运和神秘信息。愿您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每一步都稳健而有力，确保前行的每一步都坚实可靠。